你以为只是肚子痛，小心低血糖正在偷走你的健康。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突然觉得心跳加速啊，手发抖，整个人呢冒冷汗，明明呢也没少吃，但是呢越来越焦躁啊，难以集中精神。或者在早上空腹运动的时候呢，突然感觉头晕，快昏倒，甚至有恶心的感觉。你以为呢你是饿了，其实呢你以为你会出现了大的健康问题，但很可能只是低血糖。这个常被忽视的小问题可能是导致心脏病、失智甚至猝死的关键因素。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你不认识的低血糖，它比你想象的要危险得多。很多人呢把低血糖当作只是饿了或者是没吃够，或者是疲惫，但实际上呢，低血糖它会影响我们整个神经和心血管的系统。根据梅奥诊所和内分泌文献复习的报告指出低血糖会导致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所谓交感过度兴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处在一个战争战斗或者是逃跑的状态就是面对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容易造成心律失常。另外呢，长期的反复的低血糖，它会抑制我们大脑辨识危险的能力变成所谓的低血糖无知觉。换句话说呢，就是脑子变木了那么对危险呢显得不敏感。还有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跟低血糖相关的死亡风险呢要增加 2.5 倍以上特别惊人的是呢，一项2021年在循环期刊上的追踪发现呢，65岁以上反复低血糖的人，他的认知退化和心肌梗塞风险呢同步上升大家可能想了，说糖尿病患者怎么血糖高怎么会血糖低呢？其实糖尿病患者呢，他在治疗过程降血糖的治疗过程当中饮食的调理过程当中，他常常不能匹配经常出现吃药以后血糖过低的情况。那我们就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位65岁的刘先生他早上呢习惯空腹走快步觉得这样燃脂的效果好。结果有天早上他在公园里面突然昏倒了，救护人员赶到的时候，他的血糖只有42毫克他说他自己最近控制饮食又不吃主食怕胖结果呢既伤了脑也伤了心。因为他可能这个降血糖的药或者是这个控制血糖的这个机制出了问题，他的降血糖的药身体对降血糖药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所以呢，我们要把一些大家的一些误解给他考虑一下。比如说我们要把一些常见的迷思呢给大家破解一下空腹运动是不是更健康？正确的是呢，适量的补充碳水以后再运动。第二呢，不吃糖才不会胖。正确的是呢，不乱波动才保代谢。就是这个血糖不要上上下下的有大幅度的变化。低血糖它其实不只是发生在有糖尿病的人，还发生在一些减重的人、长期熬夜的还有呢这个进食和断食的方法不恰当的人身上我个人的体会是，当我血糖低的时候，最明显的就是脑子做决定的时候就很慢。到餐馆吃饭的时候，因为已经很饿了嘛，然后要选择吃什么的时候，我半天都拿不定主意那个脑子就做决定很困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还有呢，就是突然的情绪的非常恶劣心情不好，实际上呢就是低血糖。这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讲话，就会发现你的脾气很不好，其实呢是低血糖在起作用。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辨识这些早期的低血糖的信号呢？特别是那些轻度的症状。轻度的症状就是刚才我讲的觉得脑子有点木觉得心情有点恶劣觉得人有点虚，是吧？那比较严重的呢，他就会心慌，会出汗，手会抖
那么还有呢，就是头晕啊，情绪完全失控，注意力也变得很差。那如果已经有身体其他问题的人，还可以昏倒啊，还可以出现癫痫发作啊，甚至休克啊这些。那么对高风险的人来讲，哪些人这种风险特别高呢？哪些人出现严重的低血糖呢？第一就是糖尿病患者啊，特别是这个药物使用啊和饮食生活方式的这个对接啊不好，血糖非常的不稳定。另外呢，就是长期节食或者断食的人啊，这种人呢也很容易血糖低。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全的人，他们代谢葡萄糖的能力也变差。另外就是长期饮酒的，酒精啊，它抑制我们抑制肝脏呢分解这个糖原啊。另外呢，就是有胰岛素瘤啊这些内分泌呢有异常的人。那么有些人呢，如果一个人突然的血糖低了，他会有很明显的感觉。但是有的人他是长期的慢性的低血糖，就很麻烦，因为他的身体啊，大部分时候他已经适应了，他不觉得这什么不正常，因为他没有什么变化。还有呢，就是他有问题，但是呢，他不把他的问题呢和低血糖啊联系在一起，所以呢，他就会有长期的反复的低血糖的情况。那么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第一就是心脏病的风险，心律不整啊、猝死啊这些几率上升啊。第二呢，就是脑部功能退化啊，记忆力不行了，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呢不集中啊，反应呢变得迟钝。另外就是情绪出现慢性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还有就是所谓的低血糖的无知觉的低血糖，就是突然昏倒啊，增加意外的风险啊。还有就是对外界的危险状况不敏感。所以呢，长期低血糖不是说是可以撑过去就好了，而是身体呢发出的一个代谢危机的警告，大家一定要重视。那我们怎么预防和处理这个低血糖的问题呢？所以首先要饮食上的调整，进食要规律不要错过早餐。很多朋友做168节食经常早饭不吃其实呢早餐对大家都很重要。如果你要想节食的话可以错过晚餐或者少吃早餐呢还是要吃好。另外呢，就是每餐要均匀，要有足够的蛋白质要加有低糖指标的碳水，像糙米豆类等等。另外外出运动带一些小糖果葡萄干香蕉等等备用另外睡觉前呢，如果有低血糖风险的人，可以喝半杯的无糖的豆浆或者小燕麦粥都可以。另外就是运动的习惯要调整，避免空腹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前30分钟补充一些简单的碳水你哪怕嘴上含一个糖呢也是可以的。运动后15到30分钟内要补充能量避免的一种迟延性的低血糖。如果你经常出现低血糖的症状你可能还要查一查你的胰岛素功能胰脏的问题肝肾功能状况等等就是要找到它低血糖的原因。所以大家不要认为低血糖只是因为饿了，它可能是你身体最早最危险的一个求救的信号我们在会员影片里给大家准备了低血糖危险指标的一个自我的检测表还根据体质呢建议的一些稳糖的茶饮的配方还有3款呢大家出门可以携带的急救点心备忘卡。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呢，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有什么问题呢，也请提出来。另外呢，大部分看我们频道的人都还没有订阅，所以呢，订阅是免费的，欢迎大家呢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另外呢，也希望您把这个影片呢分享给您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谢谢大家收看《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